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改变这不公平的世界。我们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永远会被人任意践踏。子正，我在劳工营的时候，差点就死了。在那里，我见到很多像我一样命如草芥的人。那些看守杀死我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要知道，那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做的决定而感到后悔。我不怕死，但我怕到死都没能见你最后一眼。对不起，子正，你在劳工营的遭遇，金小姐都已经告诉我了。我真的不知道你遭受过这些。把你调走是三哥的错，我替他向你道歉。你替他向我道歉？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和你好。你不要说了，我不想听。不，我必须把话说清楚。其实当年我第一次来到北新城，面对完全陌生的世界，面对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茫然无措。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异常忐忑。第一次遇见你，你就保护了我。后来，我们就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和你在一起，我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不用理会那些教条和规矩。那段开心的、无忧无虑的日子，会永远铭记在我的记忆里。而你，我也把你当作永远的知己和朋友。但是现在，我是萧北辰的妻子，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回不到过去了。我说过，我现在有能力带你离开。我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就带你远走高飞。我们可以去榆林，可以去任何地方，去他萧北辰找不到的地方。我不能和你走。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因为我爱萧北辰。怎么可能？你以前明明最恨他。萧北辰逼你的，我找他。子正，没有人逼我，我刚刚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信。是，我以前是讨厌萧北辰，他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张扬跋扈、喜欢强人所难的大少爷。可是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才发现，原来是我从未了解过真正的他。真实的他，善良、柔软、有担当又重情义。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他用性命护我周全。我本来以为我对他可能只是一种依赖，
可是当我以为我差一点就要失去他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在我心里这么的重要。在我心里，他早就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了。杭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要走了，你多保重。子成，你冷静一点！你让我怎么冷静？凭什么？明明就是我先来的！你怎么就是不明白？而且是不分先来后到的。子正，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可你知道吗？我曾经也深爱过一个人。我以为我会和他生死不离，只手偕老。我也可以为了他放弃一切，甚至是离开我爹。可是他还是背叛了我。我一直问自己，我到底哪儿做的不够好？直到他死在了我爹的枪下，躺在了我的怀里，我还是不知道答案。对不起，若可欣，我刚才……我没事，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感情不会如我们所愿的。不，我只相信事在人为。回来了，去哪儿了？去找穆子正了，对吗？你派人跟踪我，我是你丈夫，我有权知道我妻子的动向。在你眼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难道我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你去哪儿？我觉得我们彼此都要再冷静一下。今晚我去客房睡。周叔，吃饭了吗？一起吃吧。谢大小姐，吃过了。什么事儿啊？督军，有您的电话。什么事儿这么急？不让人吃完饭再说？就是黄公馆给您预留的那些西洋古董。之前老板担心您军务繁忙，不敢打扰。现在您来北京有些时日了，他就打电话过来问问，看您是否留着，还是另做处理。
这个黄老板啊，真是个有心人。你们俩慢慢吃啊。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好，走吧。这么说，你认为雅科夫和黄公馆有关？对。今天周副官向京城汇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俩有问题。虽然说的是古玩，但好像话里有话，那个黄公馆绝对有蹊跷。好，我让东平的同志去仔细的探查。见过林小姐了。啊，还在生我的气吗？永刚，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子正，听庸哥一句劝，你留在京城身边，已经是个危险的任务，不要再卷入萧北辰和林行景之间，让自己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永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那些以卵击石的傻事，也不会让感情影响到青年会的工作。你能这么说，我就安心了。证据确凿，也用不着再跟你废话了吧？说吧，什么人指使你杀的莫团长？你答应我的事儿呢？你的家人已经被我们安全转移，安置在城外的翼龙客栈，24小时都有人看守，你放心，很安全。我原来也是一个当兵的，在一次训练中受了伤，然后就退役了。之后老板便找到了我，想让我帮他处理一些私事，并且答应我，每次做完都会给我一大笔报酬。看出来，所以你嗜赌成性。每天都干着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的事情，再不想办法放松放松，怎么能行呢？继续。我当兵的时候就清楚老板的为人，本来是不想答应的，但是我这一大家的人，每个月光靠我那点上餐津贴，根本就养活不了。我没得选。你说的老板是谁？康敬修。是他让你杀的莫团长？是。他这个人生性多疑，他那天让我早早就埋伏在了绥岭附近。莫西白事成，我便打道回府，不成就干掉他。你个混蛋！文义，文义，冷静点！你爸死了，你现在杀了他也没用啊！杀了他！文义，我爹！冷静一下！文义，文义，冷静点！现在真正的仇人是康敬雄，如果你把他杀了，就是替康敬雄灭口。冷静点。
北辰啊，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把东大营训练得井井有条，辛苦你了。这都是我爹和叔伯们的功劳。谦虚了，老虎团我很欣赏，所以让他跟尖刀团来一场演习，这样，下个月一起进入绥岭，怎么样？督军，老虎团是一支适合突击的尖锐部队，他们更擅长攻坚作战。倘若是要派军队去守边境的话，恐怕1师2团更合适一些。北辰，你的老虎团有多少能力，我都看在眼里。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让老虎团去给我，还有敬雄的部队做一个表率。他们哪有这个能力去给您的部队做表率？北辰，你知道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会重用你的父亲吗？您请讲，北辰恭听。因为忠诚。我的命令到海山那里从来没有一个不字。一个人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对于我来说，忠诚更加重要。如果这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他不够忠诚，也许就是一个后患。你说呢？您放心，我父亲誓死效忠，绝无二心。北辰谨记。你是个聪明人，道理都懂，我也不多说了。那这件事情就定下来了。是。叔爷，你大姐信上怎么说的？她说，爹的手术很成功，现在大姐大姐夫啊正在陪着爹安心休养呢。太好了，这下全家人终于可以放心了。对啊，好久没有见到萧伯伯和2个小家伙了呢，还真有点想他们了。等司令和这2个小鬼头回来了，我要设宴，好好庆祝庆祝。太好了，太好了，爹的身体康复啊，真是件大喜事啊！是啊，夫人，可以开饭了啊，我们去吃饭吧。走走。戚夫人，少爷要在小西楼议事，说不过来吃饭了。什么事儿这么要紧啊？杭景，你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哦，我刚刚在那边听了一嘴，好像是金督军要调走少爷的老虎团，少爷和许少爷正在闹心呢。司令不在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啊？别闹出什么乱子。七爷，要不咱们让爹想想办法。萧伯伯刚动完手术，还需要疗养。既然他把东大营交给三哥，证明他相信三哥的能力，我们呐就不要跟着瞎担心了。杭景，你说是不是？啊，是啊。三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反正我是越想越气。你说现在老虎团的骨干成员，那都是咱们学校同期的哥们儿，跟你我莫狐狸，那都是一起第一次上了战场。咱们3年里躲过多少枪林弹雨？回到东大营之后，三哥把东大营的精锐又抽调了过来，才形成现在的老虎团。我跟你说，你要想再组建一支这样的队伍，我觉得没3、5年肯定没戏。联军司令是东平督军府的人，如此一来，老虎团相当于被金督军给收编了。督军将联军驻扎在绥岭，美其名曰那是驻守，实则他们把控了边界3地的要冲，断开了我们与西边之间的通道。这是什么？拿枪抵着我们的咽喉。他这1石3鸟之计，盘算得好得很。三哥，杜教官，你说这事儿还有缓和的余地吗？这次督军利用兵权来压制北辰，且师出有名，想要翻盘，没那么容易。实在不行，交出去吧。三哥，我爹目前不在东大营，我不想节外生枝。
们先喝茶。你找我，说，我听着。大姐发电报来说，爹的手术很成功，七爷让我来告诉你一声，让你放心。太好了。嘿，你就不想跟我说点别的什么吗？不想。你这是为什么呀？因为我爱萧北辰，在我心里，他早就是我认为值得托付一生的人了。季节结束，请接近你，别再来道别。经过了痛苦的决裂，才会明白爱的确切。季节送走季节，满天尽是离别。消融掉冬天的雪，才会有春天来。那这次可就全靠萧副司令了。陈经理的事情，我义不容辞。感激不尽。那陈某恭候佳音。副司令留步，陈某告辞了。什么情况？怎么来这么多当兵的呀？我还以为萧三少才要在呢。穆先生，我这好像没请你啊。萧三少，老虎团的事现在由我负责接管。既然遇到了，正好通知您时间，2日之后，人我要带走。我明白，您一定很舍不得。那么多年辛辛苦苦培养的心腹精锐，一夕之间就要易主。不过，这督军是你爹的顶头上司，也是一手提拔你萧家的人。我想今天就算你爹站在这儿，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吧。穆子正，我劝你不要玩火。这些呢，都是督军的意思，我也只是听命行事，还望萧三少配合。不过，像这种被人夺走心头所爱的滋味，我尝过，萧三少终于也可以尝到了。你是一个行走在悬崖边上的人，倘若让督军知道了他的义子是青年会的人，他会怎么想？你威胁我？那萧三少也别忘了，如果我的身份暴露了，杭景甚至整个萧家都会受到牵连。穆子正，你变得卑鄙了。卑鄙？一点都不卑鄙。弱肉强食，这不是萧三少教会我的道理吗？况且，你当年随随便便就能把枪指在我脑袋上，
这场面就不好看了呀。你说，这要是让外人看见了，他会不会以为萧三少不满督军的调动，故意为难我？我借你个胆儿，你试试。好，既然这样，那2日后，我亲自去东大营，完成全部的交接手续。咱们试试。告辞。风旗小姐，那个佐藤会长又送华兰来了。加曼小姐，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神秘富商与女明星的故事。最是旧情难忘，最是旧人难辞。致北新城未来的女主人。你替我给他打个电话，说找时间请他吃饭。好。萧副司令，交接文件在此。今天，你的老虎团我就要带走了。不过，你放心，你的精锐到了督军那儿，督军不会怠慢的。从今日起，影军第33团正式列入京都军第32团，统一由督军府管理。听我号令，出发！你们什么意思？你们这是公然抗令啊！这里的一兵一卒、一枪一炮都是督军给的，你们公然抗令，就是叛军！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枪都放下！遵义之事，不是二土。如果督军一定要带走老虎团，我们宁愿自强。怎么回事？督军，老虎团公然抗令。这就是东大营教他们的军纪吗？啊！
公然违抗军令，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后果？违抗军令者，杀无赦。萧副司令，请求您下令，即使是死，我们也绝不离开东大营。督军，今日之事是北辰管教不当。三哥，北辰请罪。金督军，这都是误会。直接抗命！你告诉我这是误会。这老虎团有我兼任团长，他们之所以不能离开东大营，都是因为我的命令。怎么讲？我私下命令他们每一个人都签下了生死状，请您过目。莫伟义，你好大的胆子！私下里跟士兵签生死状，这是违反军纪。我知道，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告诉过萧副司令。一人做事一人当，这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请督军责罚。那好，督军，唯一之过，北辰愿一力承担。你根本不知情，你如何承担？莫唯一，私下里跟士兵签生死协议，论军法可以就地枪决。督军，唯一伴我左右，立下战功无数，念他是初犯，还望督军再给他一次机会。北辰，你我是一家人。诸位，萧北辰头次执掌东大营，我此番前来是要嘉奖他的。但是莫伟义违反军令，莫伟义，看在萧北辰的面上，我饶你不死，但是你记住，这件事情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发3个月军饷，剥夺荣誉，以示警戒。是，唯一谨记。督军，今日之事，北辰悔恨于心。北辰即刻调112团于督军府，绝不耽误联合军演。好。北辰，你带兵，我放心。
起来吧。真没想到萧北辰带的兵态度如此强硬，半路还杀出个莫伟业，坏了我们计划。他们只是吃准了我在北兴城里面不宜有太大的动作。义父，子正办事不力，请您责罚。这件事情不怪你，今天的局势谁也带不走他的兵。我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萧北辰手下的兵，为了他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这才是最可怕的。那义父，这回没能收了他的老虎团，咱们接下来怎么办？说好了军演3个月，虽然老虎团没有拿到，北辰还是给了112团。军演继续下去，把面子给我做足了。明白。你们先回去吧。啊，只是。三哥，三哥，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吵了架，闹了矛盾，都会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把堵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伟业，谢谢你。我知道。今天的事，你是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去保护我的。三哥，你不用谢我，应该是我向你道歉，因为我爹的事情，我冤枉了你这么久。你因为你爹的事，受了不少打击。无论他此前对萧家做了什么，他都是你至亲至爱的人，是你的父亲。从小你看上去最玩世不恭，但其实你一直都护着我和子君。每次我们闯下祸，你都默默地替我们扛了。以前的我们年少轻狂，总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得不到的。后来我们长大了，才知道这世上哪有容易二字。世上的事情往往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候想要去保护自己在乎的人，我都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想变成一座山，坚若磐石。你忘了，我们还有这个。三哥，以后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险阻，我和子俊永远在你身边。我们兄弟3人，永远一条心。小姐，你说这算不算双喜临门啊？咱们家姑爷呀，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兵，还跟莫少爷和好了。哎呦，真不得了了哎！
这么久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小姐您笑呢。您说，我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姑爷呢？金香，你可真是越来越油嘴滑舌了。哎呦，小姐，这俗话说关心则乱，我看姑爷这么做，也是因为关心你嘛。要不就趁这个好日子，您干脆跟姑爷讲和吧。金香，你不明白。是，我不明白。我看您啊，还是很在乎姑爷的嘛。金香，你再说这件事呢，我就永远都不理你了。好了，我不说了，我给您弄点吃的，啊。嘉曼小姐亲自相约，受宠若惊。你看，我说过，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好朋友？佐藤会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你是怎么知道乔江的？就像你们中国人常说的，缘分而已。我要你模仿一个人，去接近林行景。林行景。佐藤先生，您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呀！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嘉曼小姐，我一定会帮助你守住这个秘密。我们相互帮助，彼此照拂。总有一天，我也会需要嘉曼小姐的帮助。谢谢。给他做个围巾。你做的挺好的。子正。你怎么会来这里？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上次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行姐，难道我们现在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你放心，我已经放弃了。那天回去之后，我想了很多，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既成现实，那就得看清，人总得向前看嘛。你真的这么想吗？原本就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告而别，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没能留在你身边，对不起。其实你不用说对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苦。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平安快乐。好，既然这样，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穆子正。你好，我叫林行景。小勇，怎么样？有没有事啊？阿牛，怎么回事啊？你怎么骗人家呢？我让他陪我玩，他一直不理我，他就像个木头人。那你也不能动手啊！快道歉。对不起。
小勇，我们和子征哥哥一起做布娃娃好吗？小勇，给。小双，妈妈笑起来的样子应该很好看吧？给她画个笑脸好不好？来，我教你画，像这样描上去。哎，对，是不是很好？义父，子正，我听说你最近老是往孤儿院跑，是吗？啊，小姐都跟我说了，说北兴城这边慈善工作做得不错，她说要去取经，所以就让你到那儿去帮忙。啊，对。这些个小事儿不要这么费力，军务才是头等的大事。义父说的话我记住了，多谢义父关心。哎，督军，上面出了些问题。什么事儿？咱们想调走老虎团的事儿传到了大总统那儿，他的亲信军事部何部长已经派出一名特使来背信了。这个大总统几次都想拉拢我，可是我一直没有表态。啊，我想他肯定是怀恨在心了。至于这个何部长，什么玩意儿嘛，就是个马屁精，他就想找机会拉拢影军，逼我下野，他好邀功。局势不稳，这些蝇营狗苟的小人趁机作乱，不足为奇。只是眼下这个档口，萧北辰对咱们心存芥蒂，很容易动摇啊。您是不是该敲打他一下？萧北辰，至于他的忠诚度，我倒是觉着可以借这个特使做一个很好的试金石。您的意思是让他们见面？呵呵，你再想想。别着凉了。谢谢柔客姐。和父亲聊完事了。孤儿院的事，多谢你替我在义父面前解围。可是你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会让你越陷越深。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才会真的痛苦。你有没有想过，你一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相信，只要我一直坚持下去，杭景一定能看到我的努力。总有一天，他会下定决心离开萧北辰。有时候我在想，这每个人的上辈子，应该都有一个债主，所以这辈子有还不完的债。也许吧。
姑爷，姑爷，你又来看小姐了？她睡了吗？嗯。啊，休息吧。哎，姑爷，其实我们家小姐就是嘴硬心软，她听说你老虎团的事情，担心了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呢。哎，姑爷，我们家小姐明天要去拍卖行为北新孤儿院筹善款，有义卖活动。姑爷可得把握机会哦，加油！知道了，去休息吧。您的号牌，您的号牌。来，都坐好啊，别乱跑啊。唐景，程玉，你怎么也来了？陪你一起啊，来的人可真多。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这还用猜啊？坐吧。哎，这儿这么多人，总不能让别人看出我们闹别扭吧？萧副司令，穆先生，这刚回北新，就为慈善做了这么多贡献，有心了。有意义的事情不分早晚。再说了，我对孤儿院的孩子们也抱有感情，尽一份心也是应该的。各位请就坐，我们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拍卖会。本次拍卖会所有的拍品都是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支持本次慈善拍卖所捐赠的珍品。本次拍卖的所有收入，我们都会捐给北新孤儿院，希望给孩子们一个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环境。好，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件拍品。下面让我们请上第三件拍卖品。这是北新孤儿院的小朋友们亲手制作的布娃娃，虽然价值不高，但是拍品有价，爱心无价。起拍价1块，各位请慷慨解囊。我出5块，5块，我出10块，10块，20， 50，萧三少出价50，这么高的价，来，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三少出价50元，100，好，100，这位先生出价100元。150一次，150两次，150三次，成交。有请三少上台领取这件拍品。好，下面也有请我们的捐赠者穆子正先生上台为大家说几句。首先呢，我得感谢萧三少成全了我的爱心。这个布娃娃是我和孤儿院的林老师一起制作的。也许在大家眼中，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手工品，但在我眼中，
这是孤儿院的孩子渴望生存下去最珍贵的希望。连一个小孩子都在为了生存而努力着，怎能让人不唏嘘、不心疼？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还有更多像这样失去父母的孩子，需要我们去关心，需要我们去爱护。最后，我再次感谢萧三少慷慨解囊。好，非常感谢萧三少和穆先生的善心。那么，咱们接下来有请本场最后一件拍品。现在我们要拍的最后一件拍品，捐赠人正是萧三少。这样的勋章属于个人的珍藏，究竟为什么会拿到这里来拍卖呢？那么就请萧三少为我们讲几句。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这枚勋章呢，对于我来说，的确意义非凡。这是我19岁时第一次上战场，获得荣誉，被赐予的勋章。在此之前，我认为我的生活就应该是肆无忌惮的，直到我在战场上遇到一个孩子，一个13岁的孩子。他的名字叫罗豆，我们叫他小豆子。为什么像这样年纪的一个孩子需要来参军呢？后来在战场上，他才告诉我，这是他唯一可以不受饥寒之苦的办法。可即便这样，他依然微笑着对我说，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他想开家裁缝铺，为他姐姐亲手做一件嫁衣。后来，小豆子死了，他抱着我说，这一辈子能够跟我们当兄弟，他很高兴。那之后我便问自己，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一个13岁年纪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活着？为什么如此简单的一个梦想，他都没有办法去实现它？在此之前，我认为我的人生是最悲惨的。我7岁那年，我的母亲就跟小豆子一样，躺在我的怀里，离开了人世。我一直憎恨上天对我不公。再后来那几年，我一直生活在这个阴霾之中。可后来，我才知道，在这样一个战乱时代，很多的孩子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他们的父母。今天，我在这里将这枚勋章进行拍卖，是我对世间和平的祈愿。祈愿我们的国家可以早日安定，我们的同胞，尤其是像小豆子那样的，那么年轻的孩子，可以免受饥寒之苦，免受亲人离世之痛。就此，谢谢。周副官，雅克夫已经审完了。跟我来吧，督军在里面。好。
告。进来。督军，您看，这是从开始到现在的所有审讯笔录。这个雅克夫狡猾的很呐，一直在绕圈子，根本就没有交代那笔援助金的下落。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明里暗里寻找雅克夫，不仅有南方的人，还有大总统的人，而且内阁的一些大臣们也都伸出了手。咱们还是尽快把他送给总理吧，免得夜长梦多呀。告诉老黄，5天之内把这个人送走。可是督军，快到鱼灯节了，这时间怕是拖不了这么久。那就在鱼灯节之前把事情办好。是。总理夏野一直在筹划复出，如果能抓到雅克夫，无疑会给他的复出增加一些筹码。但这件事情必须要谨慎，不可有差错。啊，明白。是。谁？督军，没人。今天将这枚勋章进行拍卖，是我对世间和平的祈愿。祈愿我们的国家可以早日安定，我们的同胞可以免受饥寒之苦，免受亲人离世之痛。快点儿，来，全速！三哥，人已经到了，下午3点，约在华兴饭店。走吧。赵特使，今日到底是为了何事？还自己亲自来一趟？事关重大，我就不绕圈子了。萧副司令应该很清楚，何部长此次是得到大总统的授意。金城想要调动你的老虎团，以及3方军事掣肘你的事儿，大总统已经知道了。你是个明白人，这2年金城明里暗里一直想要帮助总理复出，大总统早就对他心怀不满了。那赵特使今日前来，具体是为了什么呢？取而代之。大总统的意思是借金城停留在北新的机会将他囚禁，卸了他的兵权。北洋政府内阁会协助你们萧家取代金城，掌控北地17市。赵特使，这到底是大总统的意思，还是何部长的私人恩怨？这是何部长的善意建议。当然，你也知道大总统十分器重何部长，他的建议其实就是大总统的心思，只不过碍于一些面子原因，不方便
直接传令罢了。何部长急总统所急，这才安排赵某人前来同你商量。有劳何部长操心了。君城想要控制你，你呢又不甘心交出兵权，你们俩迟早会闹翻的。与其这样，萧三少，何不在大总统的支持下抢占先机呢？来，萧三少，天纵英才，切勿干预人下。先生走好，看来是你请的啊。没问题。督军，督军，这是从他行李里面搜出来的。他就是何部长派出的军事部特使，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游说萧北辰。赵天龙，赵特使啊，你跟萧北辰见了面了？他都答应你一些什么事情啊？还是不够清醒？说不说？我说，萧北辰都同意将你囚禁，逼你写了军权。行动在什么时间啊？就在今晚10点。三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怎么给人特使回复的？督军，这等下去。先生，您的毛巾。三哥，难道是因为你没给答复，所以他们提前动手了？喂，督军，
萧北辰出发了。强哥，怎么这么安静？我们不会来晚了吧？不许动！不许动！别动！怎么回事啊？这么晚了，北辰啊，你兴师动众的，意欲何为啊？戚夫人，贵叔，老三怎么在温泉山庄跟督军的人打起来了？哦，对了，东大营那儿还说了什么？戚夫人，电话里没有说具体情况，只是说让你千万别担心，郑师长他们已经去温泉山庄接应了。我能不担心吗？司令不在家，老三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他交代呀？督军，您这是？我在问你。你带这么多人荷枪实弹，把我下榻的公馆围得水泄不通，你想干什么？我接到消息，今晚有人要劫持您，我是来保护你的。保护我？你的消息从哪儿来的？就这么一张破纸条子，嗯？你当我是3岁的孩子呢？我这也有证据。周副官，把那个赵特使带上来。在，赵特使。军事部的赵特使他都招供了，他到北新来是奉何部长之命前来游说你。投靠大总统，你答应他们在恰当的时候兵谏，逼我退位，想取而代之。强盗放下！周副官，如果有人敢轻举妄动，格杀勿论。是。你这是什么行为？叛变，其心可诛。我说的句句属实。我今日带兵前来，完全是保护你，绝有谋反之心。你的心在你的肚子里，只有你自己知道。倘若今晚不是我有准备的话，被用枪指着的人应该是我，对吧？督军，您容我证明给您看。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就凭他是个假特使。萧北辰，你胡说！我不是有意出卖你的，我也是为了保命。你说他是假特使，好啊，那你证明给我看。督军，要是您不信，我可以当您的面，简单盘问他几句。是真是假，一问便知。好。老黄，怎么回事啊？我检查一下啊。好。三少奶奶，车坏了，走不了了。那你在这儿，我自己过去。三少奶奶，天黑你小心点儿。
你说你是军事部特使，军事部最高长官是谁？何云来，何长官。何长官，何时进的军事部？2年前，上一日梁文生，何长官是他的得意门生，专管兵员。后来经过梁长官的推荐，接任军事部部长。何长官之前是在法国留学的吧？他的法语说得怎么样？何长官是美国留学生，我从未听过他说法语。你还有什么想问的？行，准备挺充分啊。那我问你，军事部特使专车的车牌号是多少？我平时不太注意这个。身为军事部特使，每天进出军事部的车，你没在意？好，军事部内线电话前3位是多少？身为军事部特使，电话天天得使。怎么，赵特使连这个都忘了？谁派你来的？周副官，说，你是一个伪特使，真的在哪儿？这个混账东西，混蛋！挑拨离间，险些伤我一员大将。哎呀，大侄子呀！要不是你机智的话，咱们今天就产生误会了，那一家人就打起来了。督军，现在局势动荡，自然有人想离间我们。可我们萧家对你永远无二心。于公，您是引军最高统帅；于私，您是我父亲的兄长，也是我的伯父。是，这份情谊永远不会变。是，你们萧家的忠诚，我其实心里面一直都明白。跟你的父亲相比，你一点都不差，我很欣慰。把你的队伍集合起来，今天我请大家喝酒，啊！周副官，哟，你去安排一下。是。郑伯伯，今日之事，北辰得感谢您大老远赶过来。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走了。七爷，三哥，叔爷，老三，你没事吧？我没事。让我看看，你把我们吓死了。这不好端端回来了吗？哥，你跟督军到底怎么了？没什么，一场误会。对了，杭姐呢？哦，她应该还不知道这事儿，回房间休息了。哼，自己家的事儿不管，别人的事儿倒是挺来气。好了，那你们先回房休息吧。行，那我们回去吧，你也早点休息啊。哎，走，
小姐，你刚才去哪儿了？哎呀，小姐，你的脚怎么了？不许说出去。啊！来，小心。今天的事情你们怎么看？哎，真没想到这个赵特使居然是假的，可他的证件和通行证都是真的呀。况且何部长派特使来北新，确有其事啊。真特使去哪儿了？子正，你觉着呢？既然有人想以假乱真，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让真的永远消失。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和北洋政府作对？北洋政府更迭频繁，局势不稳，彼此面从腹诽。别说一个军事部特使，恐怕就算何部长亲自来了，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只要是想破坏你与萧北辰联合的人，就都有可能。敢做这件事的人，恐怕是不在少数。那这个幕后之人唱了这么一大出戏，想必就是想借您的手除掉萧北辰呀。或者借萧北辰之手打击督军，皆有可能。义父，这件事情毕竟发生在北信，我熟悉本地，交给我查办吧。先不用，他们的阴谋已经失败了，我想短期内不会再有新的动作，我们小心防范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关于这个萧北辰，现在是联合军演期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他，大局为重，明白吗？明白。是，义父。